先讲最重要的一句话，这支影片只负责整理公开资讯，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，也不代表任何个人看法，请大家自行判断。好，说清楚之后，这几天股市为什么会下跌？其实不是单一原因，而是五股力量差不多同时砸了下来。先给你烂人包，5件事一起压在市场上，人工智慧跟晶片股令跌，利率与其专营，一场举行上市筹走资金，中东情势推升油价，还有大盘本来就涨得太快太久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第一股也是最大的力量，半导体跟人工智慧股，到货现实晶片大厂 Broadcom 股价中挫，因保证片科技股的买压。光是一天，半导体类股的市值就蒸发了大约1兆美元，纳斯达克指数单日跌超过 4%。背后的担忧只有一个，这一波超热的人工智慧晶片需求可能开始降温。第二股力量是利率，5月的就业报告呛得吓人，新增超过17万个工作，使经济学家预期的2倍多。经济太强，代表联准会不急着降息，甚至有人开始赌升息。10年期公债殖利率一度冲到大约 4.5%， 而当利率一直维持在高档，最受伤的正是那些靠未来获利、长期高估值的科技股。第三股力量是资金被抽走， SpaceX 刚完成史上最大的一次上市，募到大约750亿美元。为了买进这档，很多法人把手上其他的科技股卖掉，逃出现金，等于从市场其他地方抽走了一大笔资金。而没过多久， SpaceX 自己的股价也跌了，因为它宣布要发行大量的债券。第四股力量是地缘风险。6月初，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升温，本来预期的停火也破局，油价一度突破每桶就是3美元。油价上涨会重新点燃对通膨的担忧，而通膨一旦升温，阳性就更难降息。所以这股力量其实又绕回去，加强了前面利率那一条。第五股力量最单纯，其实也涨得太久了。在这之前，标普500指数已经连续9周上涨，技术面上处于超买的状态。一个涨了这么多的市场，本来就容易会当，所以当这些利空一出现，很多人就顺势获利了结，买压也就一波接一波。最后看最新的情况，到6月22号为止，纳斯达克跌了大约 1.3%， 科技股还是偏弱，但市场其他地方其实表现不错。道琼指数回到接近历史高点，小型股甚至创下首盘新高。所以至少就目前看，这比较不像全面崩盘，而更像是一种润冬。资金从人工智慧跟大型科技股流向其他类股，这会不会持续下去？没有人能打包票。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这支影片只把事实摊开来给你看。最后再强调一次，以上纯粹是公开资讯的整理，没有任何建议，也没有任何个人看法。投资有风险，请务必自己做功课，自己做判断。我们下次见。